首先是我很喜欢车，然后我从小就很喜欢那种很大的车，觉得大车很酷很帅，然后从小也很希望能拥有一辆自己的这样的大的这种越野车。对于真正的赛车比赛，我可能或者是驾驶赛车和相关的知识，我可能没有那么的了解。首先是希望能够来这个节目里学到一些关于赛车的知识，从赛车这个运动里面找到一些不一样的感觉。可以随时起飘，就不要回正那样。方向它是需要打死的，打着的一个方向，持续点油，方向不要回，先不要这样回，我们深一点，不要回方向，一直转。对，继续保持转的姿态。第一次感受到那种你要操控这个车，但这个车不听你的使唤，就感觉很像我在驯服一匹马，因为我不会，所以我一直感觉在跟它较劲。哎呀，不会，我因为我不知道它要怎么开，我以为就是进去出来，然后我说哦，可能这样，然后看到教练先示范了啊，我就啊，因为我们漂移才刚接触，完全是懵的，因为我对这个项目和怎么进行这个技巧，就漂移的技巧完全不了解，我都不知道这个手刹是干嘛的，我只知道这有根棍儿在这儿，我不知道它是干嘛的，因为在前面练漂移的时候，我是用油门漂的，我们教练还没有到告诉我用手刹漂移，我完全不知道这个棍儿是干嘛的。完了，我这他们都拉手刹，我没学到那步呢。拉手刹的时候就需要踩住离合器，抬油门是吧？松油门。对，要松的，你然后这样，再同步一拉，对，然后一松马上踩油门就走了，对，哦，就这样走。临时教一下，好，尽情发挥吧。这个推头。我发现我有点接触不进去，哦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跟我讲什么是手刹，没有过程。我那第二天感觉是没有过程，但是因为我们还是这个赛车，最后总会回到这个竞技或者说我们比拼这个上面，然后我也不希望我是纯属的就是好像来体验一样。哦，发的好好哦，没有空转哎。刹早了，都有点失误，我自己知道啊。第一个我刹车刹早了，然后第二个是我没挂上3档，因为我试的时候我有挂到3档，那个是很快的，我能更快一点，然后好挂不上3档，那就完蛋了，然后就挂2档先开过去。然后进那个水箱道之前等了很久，他们去扯掉那个胶布，我等那个时间我就有点过那个劲儿了，有点散掉了。排名第4名的就是我们的林一，用时107.18秒。我觉得来这节目我有收获了，起码是我知道我能控制我的车了，然后下一步就希望能够再掌握的牢一点，因为我觉得赛车这项运动是非常自由的，虽然它是在赛道里面，但是它是那种很突破的、有速度的，是你自己掌控的那个自由的感觉，你去驾驶这个车。我目前还没有掌握到自由的这个感觉，我欠练啊，我是要多练练。走起，走起！
手太大了，爆油了，不，油给大了，太大了，哦稍微小一点点，收一下。帅。哦，这01确实学的确实快。你要把教练吓到了。我过来看第2个项目，你应该是看第4个项目了。先练的。最后我们要不2、3、4一起来啊？漂移这个东西刚刚接触，我觉得很晕，但是飘着就很上头，就像我在打一个操纵性很难的游戏的时候一样。熟练的掌握一些技巧之后，你就会感受到是操控的乐趣。当然，你触发了那一个顿反的那一刻，你就会得到一个非常大的满足感跟快乐感。对2位是第1个通关的。之前有开过卡丁车，之前开过比这个慢很多的那种卡丁车。上一轮跟那个教练们他们的比赛，我完全是没有好好在开。完全是在施展战术。那这次有这样的机会，我是真的想开完，就是想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最快成绩能有多少。结果呢，真的是半圈都没让我好好开完。全程是3个人，我这跑完全程下来只有一个。画面就是这样，他戴这个近视眼镜的画面。蓝领，所以这个怨恨就埋在我心里。志廷哥，成绩不重要，名次也不重要。志廷哥，我摘下你的眼镜。我已经听说，反正我跑哪一棒你就跑哪一棒，是这么一个。我要复仇。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哇，太好看了，一个都没有。因为我练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关一定有不同的方式。如果大家都用一个方式的话，那就完全没有任何优势。我觉得不对，不可能这样。大家都要到3号门停下来，我觉得不可能这样。所以我先想的办法就是，我先不开，绿灯亮了我就先往前溜，然后等2号门往起抬的时候，我再起步，然后到3号门门口的时候，它已经抬起来了。然后我就试了，我就可以直接一路畅通抬出去。第一环节肯定是满意了后面的不太满意，确实是失误蛮多的。01现在一定要被罚很多分了。速度很慢，有所控制。哎呀！他不是在绕8次，他是在绕9次。很开心，是很开心。我觉得过程更开心。其实最后你赢不赢不重要。没有，我知道 ATV 吧 ，UTV 是第一次听说。然后感觉这个油门很肉，就是你踩到底它都不会有太大的动力反馈会很久。我基本是把所有的直道的油门都踩到底了，而且弯道我没有去踩刹车，都是用速度比较快的节奏去过了那些障碍，我都觉得不难，而且很安全。哇塞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没有。你没事就行。哇！我当时不害怕，也没到懵，但是后想有点害怕。那个弯道跟昨天的弯道
的路面不太一样了，我想稍微带一点漂移的过弯嘛，因为过那个弯的时候就有被开出来的车辙卡到我的轮胎，然后就翻过去了。就是我翻了之后，再走那一圈，我就会心里有一个障碍在，有一个小阴影在，就是告诉自己要当心，当心，当心。